这是一场年薪1000万的面试，考卷竟是一张白纸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有扯领带的，敲桌子的，有转笔的，抖腿的，8个人8脸懵逼。这时一个亚洲妹子开始在纸上作答，一行字还没写完，门口的警卫便朝她走来，面无表情的将她推出考场。原来她违反了考试规则，不得有意或无意的将考卷弄脏。除此之外还有2条，一是不得离开这个房间，二是不得和考官或警卫说话，如触犯其中1条都会被取消资格。最后考官又问了一句 Any questions? Best of luck, ladies and gentlemen. 然后按下了计时器，80分钟，倒计时开始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考试题目还不知道，就有1人被淘汰，剩下7人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考场里异常安静。小白回想起考官说的话，突然发现玄机，不能和考官交流，却没有说不能跟考生交流啊。他和旁边的人说话，警卫果然没有反应。看来只要不违反考官说的3条规则，就会没事儿。一顿交流过后，7人决定先一起找出考题是什么，再来各自作答。棕发女对着白纸仔细端详，猜测考题应该就在试卷里，可能使用了隐形墨水，需要特殊方式才能显现。说完起身将考卷在壁灯上来回照，其他人纷纷照做，然而并没有什么用，考卷仍然是一张白纸。最后金发女发现墙壁的凹槽里好像有灯管，小黑定睛一看，发现是紧急备用灯，或许里面就藏有玄机。小白二话不说，用椅子将白炽灯敲碎，紧急备用灯果然亮了起来，整个屋子泛起蓝光。然而考卷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时眼镜女又有了新的发现，应急灯内还有一层灯管，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3个女人脱下高跟鞋，敲碎了应急灯的玻璃，蓝灯熄灭，红灯亮起，依旧还是白纸一张。突然小白又想到考官说不能损毁自己的试卷，并不代表不能损毁别人的。他拿起刚才那位亚洲女的考卷做实验，拿铅笔涂，用口水试，忙活了半天，啥效果都没有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20分钟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棕发女突然灵机一动，把目光投向警卫。考官曾说不准与警卫交流，但是没说不准碰他，说不定警卫身上就有线索。慢慢把手伸进他的口袋，摸了一会儿，竟掏出一只打火机。女人站在桌子上，高举打火机，一点一点不断靠近火灾感应器，奈何火苗太小，根本触发不了警报。小白见状，迅速拿起桌上的考卷，卷成棒递给了棕发女。棕发女点燃试卷，烟雾激发了火灾报警器，小黑赶紧用试卷去接，可和他们预想的不同，喷出的液体只是最普通的水而已，并非什么可以显现文字的特殊液体。棕发女失望地走下桌子，突然间她发现自己的试卷不见了，转身看到小白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点燃的试卷是他自己的。警卫又一次淡定地走来，无情地把他拖出考场。就这样，棕发妹成为了第2个被淘汰的人。小白的行为令小黑非常不满，小黑冲了上去就要揍小白。突然灯灭了，屋内瞬间漆黑。原来小黑刚刚碰巧说出了关灯的谐音，这时大家才发现考场内的灯是声控的。 Lights up。小白不听小黑的警告，反而更加过分地走到眼镜男面前。这个眼镜男似乎是被这场考试吓得一直在哭哭啼啼，拿着破碎的玻璃在试卷上滑动。小白轻蔑地看着眼镜男，认为他就是个傻子，然后把考卷递到眼镜男手里，开始怂恿他撕掉自己的卷子。没想到眼镜男真的就撕掉了自己的卷子，还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就这样，如小白所愿，又1人淘汰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自以为是地称自己已经知道了考题。另一边，小黑也被小白的行为彻底激怒了，抬手一拳就将小白打晕了过去，把他绑到椅子上，想将他推出考场，淘汰他。这时金发女突然发话，如果你强行推小白出考场，很有可能会被一起淘汰。小黑觉得金发女说的很有道理，便改变方法，将铅笔放在小白手上，希望他破坏自己的试卷。谁知小白突然醒了，丢掉手中的铅笔，想挣开绳子，激动地说自己要吃药。原来他得了一种怪病，每隔1个小时就得吃1颗药，不然就会晕厥抽搐致死亡。他求大家帮他拿出口袋里的药，承诺自己吃了药就会说出考试题目。小黑答应了，可左掏右掏都没有药。小白怀疑有人偷了他的药，说完便立刻呼吸急促，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打酱油的胡子男默默走到眼镜妹身后，趁他说话时揭开了自己的皮带，将他也捆在了椅子上。原来在之前众人的谈话中，眼镜妹多次透露了这家公司不为人知的信息，因此胡子男怀疑他是公司派来的卧底，想要逼问出考题到底是什么。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张锋利的白纸，摘下女人的眼镜，
用手扒开他的眼皮，打算划破他的眼球。眼镜妹惊恐万分，害怕的她终于在最后一刻承认了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，但她并不是内奸，自己来参加面试只是为了想升职加薪。胡子男见眼镜妹惶恐的模样，认为她说的应该是实话，也没再多问下去。这时晕过去的小白突然开始抽搐，如果不吃药马上就会死，大家这才开始着急起来。可药到底在哪儿呢？这时金发女提议大家互相搜身，找出小白的药，但互相搜完后发现没有一个人身上有药。眼镜妹因为刚刚的事情一直在观察胡子男，突然发现胡子男嚼口香糖的动作有些不对劲儿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径直走到他的桌前，用手在桌子下摸到了，正是胡子男为了淘汰小白偷的药丸。就在眼镜妹给小白喂药的时候，胡子男突然将药丸打掉，药丸掉进了水沟里，而小白这时不仅抽搐，还开始流起了鼻血，眼看小白就要嗝屁了，情急之下，眼镜妹直接对着监控探头向考官求救，谁知小白没救到，自己却被带走，失去了考试资格。而这时金发女默默取下自己头上的发夹，趁机捡起药丸，然后给小白服下。很快小白在药的作用下满血复活，谁知他一点感激的意思都没有，而是表明自己要把他们全部淘汰的决心。他认为这次面试的题目就是淘汰所有人。说着说着，他瞄向了警卫腰间的配枪，小黑见状瞬间反应过来，抢先一步拿到配枪，结果在一番争夺下，配枪还是到了小白手里。小白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把枪需要指纹才能开启，他立刻架住警卫的胳膊，拿枪对准了其余4人，并命令他们自己走出考场。胡子哥为了保命，第一个认怂，自行离开了考场。接着是金发女，正当她经过小黑面前的时候，向小黑使了个眼神，就往外走。在走出去的一瞬间 Lights out! 完事后，小白发现金发女并没有走出考场，而是露出一只脚踩在考场里。小白正要开枪，突然计时器响了，考试时间结束。小白不甘心，直接冲着监控破口大骂。突然警卫走到他面前，抬起手给他看了眼自己的手表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22秒呢。因此小白对着考官说话被判定为违反规则。原来计时器上有个蓝色按钮可以加快时间，被之前一直哭的眼镜男趁众人不注意悄悄地按下。最终考场只剩下金发女一人，时间快到了，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考题是什么。这时他看到了地上的一副眼镜，是眼镜男被带走时留下的。接着又拾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将二者叠在一起，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放大镜。仔细一看，竟然真的发现了一行字，一个问题。金发女想起考官的最后一句话 Any questions? 没错，考官的这句话正是考试的最终考题。这时眼镜男走了出来，他就是最终的 boss。金发女对他说出了答案 No。他顺利通过面试，可金发妹却拒绝了 offer， 指责他们2人这样的面试是不是有点太没有人性，都死人了。考官告诉他，小黑根本没死，射出的子弹其实就是他们研发的新型细胞修复手术，这样一枪不仅不会死，还会医好你身上的所有疾病。此时小黑醒了过来，金发妹也答应加入公司，成为 CEO 的助手。至此影片结束，一场职场面试变成了密室逃脱，里面折射出合格职场人的必要素质。金发妹靠着沉着冷静的工作素养和善良细腻的内心，最终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